麦克阿瑟已令第8军团占领平壤，第10军在圆山登陆，2支部队会合后继续北上。北京方面的消息说，10月1日，朝鲜外相带着金日成同志的信飞到了北京，当面恳求我们要尽快出兵支援。金日成在平壤也紧急召见了我们驻朝鲜的大使，希望我们的部队尽快的出动啊。到现在啊，谁做我们的志愿军的总司令，人选还没定呢。各位，重要消息！什么消息？中央来电报了，任命彭总来当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。真的吗？这还有假吗？这电报是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出的，落款毛泽东。先走了。哎，老侯啊，你和彭总有过接触吗？见过，长征的时候打过交道。那时候我在红四军负责筹备粮食，中央红军的粮草供给啊早就断了，我就把筹到的牛羊和粮食啊都送给了彭总。那你这是雪中送炭，解了燃眉之急呀！是啊，他还给了我一个师，专门负责筹备粮食。看来彭总啊对你的印象还不错。他这个人啊，谁给他留下好印象他忘不了，谁给他留下坏印象他同样忘不了。得了吧，老兄，你就别逗我了啊！大哥，咱们2个给彭总当下属，可得小心伺候啊。此话怎讲？彭总这个人吧，事业心很强，作战要求很严格，谁要在作战中稍微出点纰漏，他会大发脾气的。你我都得小心脑袋啊。那咱们就认真的按原则办事就是了嘛，反正脑袋就一个，拿掉就拉倒。玩笑归玩笑，等到咱们彭总一来啊，就是入朝作战的架势了。咱们可得做好充分准备，到时候可真不能出纰漏啊。那咱们就按你说的办，小心伺候啊。好。老兄啊，我去那边看看。走。彭总好啊。你们来了。彭总一来啊，我们大家的信心十足啊。是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抗美援朝吧。好。您好，彭总。哎呀，洪大个子，你那顿羊肉我可是忘不了啊，真香啊。老总还记得？老洪，你看我说过，彭总肯定忘不了你那顿羊肉。忘不了，那顿羊肉啊可胜过千军万马。您过奖了，就凭这得记一辈子。彭总，我现在给您当副手，您什么时候想吃了，我什么时候就给您炖。好，来，坐。好，坐。你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吧？是啊。那我呢？我正同西北的领导同志啊一起研究大西北的开发问题。北京忽然派来飞机，让我立即上北京开会，1分钟都不能停留。我猜想啊，是研究大西北的建设问题，急匆匆地回了一趟办公室，拿了西北的材料，连家啊都没回啊。毛主席征求我意见的时候，我没有推诿，临危受命，怎么好推诿呢？从爱国主义角度讲，从国际主义角度讲，我彭德怀啊都不能说一个不字。我们有全国政权，有苏联帮助，比抗日战争的时候要有利得多。为咱们国家建设的长远利益着想，也应该出兵。出兵朝鲜是正确的，是正义的，是必要的，是英明的。你们怎么看？同意彭总的看法。是该下决心出兵了。同志们，把领章帽徽都摘下来。来，不是，这帽徽不让戴了，胸章也不能戴了，这马上就要宣誓出兵了，搞得偷偷摸摸的，至于吗？同志，这你说的就不对了。志愿就是人民群众自愿组织去的，
你说你穿着人民解放军的衣服，怎么能算是志愿军呢？哎，有道理啊。志愿军就是自愿的组织，所以要把解放军的军装脱掉。说得对，我们就是不给美国留下宣战的口实，同时也是为了保密的需要。哦，首长，我明白了，我们就是以志愿的名义，其实啊，就是整个团、整个师、整个军的加入志愿军。哎，你小子有进步啊！来，报告首长，我是彭总的秘书杨凤安，彭总，请您过去一趟。走。彭总，彭总，好，来坐吧。哎，出兵的时间定下来没有啊？很快，我们很快就出兵了。最近几天，麦克阿瑟以三面包抄的态势压缩对平壤最后防线的包围圈。麦克阿瑟放出话来了，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，印马鸭绿江。我的想法，越快越好，立刻动身。你们把入朝后的具体任务、集结地点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再仔细研究一下。另外，部队过江一定要切实组织好，不能出现半点纰漏。彭总，我们有一个想法供您参考。说，中央决定先派2个军过鸭绿江。我们研究了敌人的态势，觉得第一批2个军恐怕不够用啊。那你的想法是？我们建议，最起码是4个军一起开过去，然后再有1个军维护后方。4个军。好，就4个军。立刻向中央请示报告。我过江跟朝鲜同志了解情况，这里的后续工作就交给你们了。是。彭总，你放心吧。彭总。这么多年仗，一直都是在国内。这次，我们真的是要出国打仗。说实话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是没底啊。过去，我们打白匪，打日本鬼子，打国民党的军队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只有现在，我们才是真正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。首长，要是这么一说，咱们这小米加步枪就有打不赢的可能。不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论武器，咱们是比不过人家，但要论起军心、民心，我们强大无比。我们这次入朝的口号是什么呀？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。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。走，过江。是。小单，有彭总的电报吗？首长，目前还没有。怎么搞的？彭总都入朝2天了，还跟他联系不上，真是让人不踏实啊！你和电报员24小时轮流值班，一有彭总的电报，马上报告。是，首长。首长好，正好，我正要到你们连队去，部队连日行军，大家的精神状态怎么样？大家精神饱满，劲头足着呢。过去我们打日本鬼子，打国民党反动派，现在我们抗美援朝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好，老哥，彭总渡江入朝都快2天了，还是没消息。是啊，我们已经收到了好几封毛主席要求改变部署的电报，彭总的电台也应该收到了。照理说，彭总应该会跟我们联系的。
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地方。他长驱直入，倒是痛快了。我们提心吊胆，度日如年呢。不光是咱们担心，毛主席也要求我们和彭总在一起，保证彭总的安全。毛主席也担心。报告，两位首长，彭总来电报了。电报怎么说？21日和金日成见面，迅速来我处一起商量全局部署，再到他的联络点，找他的联络员与他会合。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就走。走，走。还有多远？前面就到了电报里提到的联络点。快点，再快点。是。主任，我把他们接来了。哟，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你好。你好，快请坐。好。一路辛苦了。我是这个联络处的主任。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，这位是副司令员邓华同志。我已经听说了，但是彭德怀的联络员还是没有到，你们先等等吧。能不能尽快取得联系？我一定尽快。不过我们没有电话，也没有无线电台，还没有汽车，只能派人步行去找。你们是不是饿了？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吧。谢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稍等啊。老哥呀，一定要尽快的找到他们，要不然入朝的计划难以执行啊。来，吃点吧，吃吧。首长，要我说啊，还不如咱们自己出去找彭总。你说我们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出去找是不是会给人家添麻烦？娘的，好悬呐！我说同志，咱们这儿是不是被美国鬼子发现了呀？根据我的经验，他们的扫射没有明确目标。这位同志，你不必太紧张。还不紧张？这都快打到首长了。老姜，哎，我说，飞机好像飞远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了？哎，再等等。根据我的经验，美国飞机还会再回来的。我们再等等吧。报告首长，彭总就在前面一个叫大洞的小村里，他要你们立刻去见他。马上出发。是。哎，等等。还等什么？大洞虽然离这里很近，但这一路上是美国飞机轰炸的密集地区，非常危险。要不然，等到晚上再走吧。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见到彭总。那也行，但是汽车一定要伪装一下。怎么样？这样多少能掩护一下，路上多加小心。谢谢了，同志。要感谢的是你们中国志愿军，希望你们一路顺风。谢谢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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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走吧。走。首长，这里就是大洞了。好。他们是什么人？这两位是志愿军的副司令员邓华和洪学智，是彭老总让我接他们来的。好，进去吧。首长，请。好。哎呀，来了，彭总啊，急死了，整整2天没有你的电报啊，电台也联系不上，我们担心死了。出了点小故障，啊，你们也辛苦了。这个地方很偏僻，很隐蔽，可不好找吧？是啊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联络员，马不停蹄的就赶过来了。看样子啊，你们也一直担惊受怕呀。
是不是？是啊。在苏联没有出动空军支援我们的情况下，党中央和毛主席下定决心是很不容易的。现在无非是3种可能：第一种是站住了脚，歼灭敌人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；第二种是站住了脚，但是双方僵持不下；第三种是站不住脚，被打了回去。我们要争取第一种的可能性。幸亏啊，当初我听取了你的意见，4个军一起过江，否则我们就被动了。毛主席的电报你们都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你们看，现在的形势很严峻。美军第10集团军在仁川登陆后，迅速占领了平原，同另一支部队会合以后，继续北上向我压境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区域集结，如何扭转战局，就得靠我们了。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，我们要争取打好出国的第1仗。洪副司令，什么事？40军118师来电话，说他们那边打起来了。好。喂，给我接118师。我是洪学智。我是118师师长邓岳，向首长报告，我们刚刚消灭了伪第6师第2团先头部队加强步兵营，活捉几百人，还有3名美军军事顾问。好，打得好啊！我代表彭总向全体指战员表示敬意，同志们了不起啊！同志们辛苦了。走，马上向彭总报这个喜讯。洪副司令啊，彭总刚刚睡着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咱们出国的第1仗就大获全胜，彭总听了只有高兴的份儿。走。司令部在打扫战场的时候，缴获了60多辆美国军车。60多辆美国军车啊！好啊！志愿军运输现在最缺的就是汽车，真是太好了。怎么不往下说了？缴获了60辆汽车之后，但是敌机马上就飞回来了，用汽油弹轰炸，都炸毁了。你们怎么搞的？你们不知道敌机会飞回来轰炸的吗？不是让你们做好掩护和伪装工作了吗？快说，被炸掉了多少辆？剩下不到30辆了。被炸掉了1半啊！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们。这事儿我一定要拿司令部试问。真是。彭总啊，你们怎么回事？这么多汽车被炸，不知道我们最缺汽车吗？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为这事儿来？你倒是说说，那些缴获的汽车为什么不立刻隐蔽、伪装起来？彭总啊，那些汽车也确实隐蔽了，也伪装了，可还是被美国的飞机给炸了。谁都没有想到，隐蔽了、伪装了，怎么还让敌机给炸了呢？你们又是怎么搞的吗？彭总啊，为了防止那些汽车被炸毁，我们的战士把那些汽车都疏散开了，藏在附近的山沟里。我们在车上还用稻草做了伪装，我们还专门派人去督促检查呀。要是真像你说的这样，你们伪装的这么好，怎么还会被炸呀？老总啊，计划没有变化快。后来敌人的飞机果然不出所料，又飞回来轰炸。好几架飞机飞得很低很低啊，就在山沟里面转来转去。当飞机飞到那个山沟里的时候，飞机飞禽带起来的那个气流居然把咱们伪装的稻草都给掀翻了。哎呀，这样汽车才暴露的嘛。哎呀，可惜我们没有防空武器，眼看着敌人噼里啪啦的一顿狂轰滥炸，
咱们的战士急的呀，硬是拿步枪和机关枪打飞机啊，可被敌人发现了，又飞来了10多架飞机，拼命的报复，更加疯狂的轰炸扫射。彭总，炸了就炸了嘛，炸了以后咱们再缴获。切，你这个红大个子，嘿，那有什么办法吗？我们只好找美国佬算账了。好，找美国佬算账。11月8日，志愿军党委第1次会议举行。美国人从咱这儿讨不了什么好，跟你说。来，走吧。小山，哎，这会怎么开这么久啊？彭总发着脾气呢。哎，我刚才看见彭总进去的时候，脸色不太好，就觉得不太对劲儿。是啊，这会议开始啊，彭总让一参谋指一个方位，这参谋一紧张，在地图上指偏了一点，彭总就大声责问：“怎么连地图都不会指了？”大家看彭总心情不好，气氛特别紧张。是一位梁军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傻子都能看出来。彭总总结入朝鲜打的第1仗，说39军打得好，40军打得也不错，对38军没有按他的命令把敌人后路切断十分不满。其实这仗已经打得够漂亮了，梁军长最多算一个小纰漏。彭总向来从严治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行了，我打水去了。哦。吴老枪，啊，歇会儿啊。哦，首长，没事，我不累，就差一点了。不是累不累的问题，这会儿彭总正在思考第2次战役怎么打，我们最好不要弄出声响，干扰彭总思考。哦，彭总思考战局的时候，最不喜欢被人打扰了。白天啊，敌机轰炸的声音太大，晚上好不容易安静下来，大家都要给彭总创造一个安静的思考环境。首长，我明白，有彭总在，咱们志愿军无坚不摧。吴老强啊，可不能轻敌啊！咱们第1次战役是在敌人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打赢的，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呢。好，我不干了。彭总，新到的战况电报。放那儿吧。是。老洪，老洪，刚刚得到消息，这次轰炸地点离志愿军司令部只有不到1000米。情报部门也得到了情报，你看看，咱们志4啊，已经成为敌人的重点目标了。情况不容乐观。是啊，中央几次来电，让咱们注意安全，注意防空，特别是要注意彭总的安全。那你这个防空总管有什么想法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彭总工作起来根本不顾危险。我想啊，在彭总住处附近，离驻防10几米吧，挖一个防空洞，
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，彭总可以随时去隐蔽啊。哎，这个想法好。这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，彭总可以就近躲避。是啊，只是什么？彭总这个人啊，平时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喜欢安静。你挖防空洞就得打炮，一打炮声音一大，动静一大，我怕彭总不高兴。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彭总的安全要紧，我马上通知工兵连。好，彭总好。你们在这里搞什么呀？报告彭总，我们是奉命在这里挖防空洞。奉命？奉谁的命？报告，是洪副司令。乱弹气！挖什么防空洞啊？都给我停下来！彭总，这什么这？是。都停一下！怎么回事？报告，洪副司令，别提了，首长发火了。彭总赶你们下来的？是的，刚才放炮，好像吵到他了，过来问了我们几句，说没有必要挖洞，把我们全都赶出来了。这个洞子一定要挖，你们都回去。洪副司令，这挖洞就得放炮，这一放炮肯定还得吵到他，到时候肯定又把我们全都撵出来了。彭总要撵你们就让他撵，他一转身，你们再继续挖嘛。那他马娘怎么办？马娘就往我身上推。无论如何，这个洞子一定要挖出来。是，大家都回去了。同志们辛苦，继续挖。走，都回去了。回去吧，接着干活，回去。彭总啊，吃饭了。放那儿吧。彭总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您工作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啊！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在……哎，洪大个子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，彭总，我记得您跟我提起炖羊肉啊，我今天亲自下厨，给您做了这顿红柿炖羊肉，啊，好啊，你看看，真香啊！您尝尝。看看我这手艺跟14年前有没有长进？洪大个子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嘿嘿，吃了这么多天泡菜，你这羊肉可以解馋了。哎，那您就多吃点啊。来，怎么样？还是长征路上的那个味儿，是吗？来，那您再来点，加点汤。好，来。洪大个子，你来不是为了和我吃饭的吧？啊？彭总啊，还真是让您说着了，我还真是有事情。要是跟我谈那个挖防空洞的事儿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。哎呦，彭总啊，您真是料事如神呐！我就是要跟您说挖防空洞的事。哎呀。那个破防空洞有什么好挖的？那可不是个什么破洞子啊！这美国的侦察机啊，一直在寻找咱们司令部的指挥机关，咱们要以防万一啊！什么万一？我看那个洞子还没挖好，我就得被你们吵死了。彭总，你看，这是我捡的美国的弹片，人的血肉之躯可碰不过它呀！就这玩意儿，打了这么多年仗，我见得多了。这可是我刚捡的，就在我们旁边，这说明美国的炸弹随时都能炸到这里啊！让他们来嘛！真是。彭总啊，我知道他们施工放炮打扰到您了，我也跟工兵连连长说了。让他们一口气多打几个眼，然后集中起来一块放，并且放炮之前呢，让警务员通知您，让您做好准备。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吃饭啊！好，来，您再来个饼啊，尝尝这个。彭总啊，来这个。彭总啊，这修防空洞呢，是为了防空，为了您的安全啊。我的安全不用你们管。哎呀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嘛！保护您和司令部的安全，这是中央给我的任务啊。彭总，
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您考虑工作的时候，就让他们不要放炮；您不工作的时候，让他们抓紧时间一起放。您看如何？哎呀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彭总，再来块肉啊！张连长，到。防空洞进展的怎么样了？报告洪副司令，一切顺利，马上就完工了。一定要确保安全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们都检查了好几遍了。来。像我这样再检查一遍，一定要确保安全。是。来，大家按照洪副司令的方法再检查一遍。是。彭总有来过吗？没有，我们都是按照您的指示去做的。只要彭总在工作，我们绝不放炮。好，你们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哎。老邓，哎，老侯，我看有点不太对劲啊。怎么了？这几天敌机不停地在我们上空转，我刚才发现是几架美国野马式飞机。有侦察机？有。侦察机来就不好了，侦察哪儿，第二天就炸哪儿。是啊，敌人很有可能来炸这里。我们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如何防空的问题？是该研究一下，而且要马上布置下去。是啊，明天天亮之前，让干部和战士们提前把饭吃完，然后呢，这儿，疏散到后面的山上去。还有，得告诉他们，白天一定不能冒烟。是，我马上去落实。哎，对，要通知下彭总，让他来开预防会。哎呀，彭总这个人啊，一工作起来就顾不上危险啊。所以说得你去呢，你告诉他，他一来咱们就开会。是。防空？是啊，我们研究了一下明天的防空问题，我们提议您还是去防空洞躲一躲吧。我不怕美国飞机，不躲也不去开会。彭总啊，您还是躲一躲吧。要躲你们躲，不用管我。小杨，杨逢安，报告彭总，我的地图呢？文件呢？都搞到哪里去了？老总，是这样的，地图和文件都拿到上面去了。上面？哪个上面？你们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？彭总，彭总，您别着急，是我让他们干的。洪大个子，你把我的地图都弄哪里去了？已经放到上面的防空洞里了，都挂好了，火也生好了，我们都上去了，就等您了。哎呀，不为别的，不就是为了安全吗？你们这是小题大做，我看这里挺好的。彭总，小题大做那也是一道题，您就信我们一回吧，这儿确实是危险。你怕危险你走，我不怕，我看这里好得很，我就在这里。彭总，这怎么行啊？真出了事儿那就完了。哪个要你多管闲事啊？彭总，这不是闲事，这是我应该管的。来，把彭总一块扶过去。来，走，把行李拿上。是，来，快吧。大个子，你这是？行了，彭总，您看看，您看看怎么样？倒是蛮干净的，就是狭窄了点。哎，您习惯就好了。憋得慌。彭总啊，怎么样？这个洞子只是为了明天防止敌人轰炸用的，更好的洞还在挖呢，您很快就会搬过去了。哦，还有更好的洞子？是啊。
西没拿呢。我去。老枪，老热子，去看看去。个子，今天要不是你，老夫休矣啊！今天算是捡了一条命。以后再挖洞，您可就别骂我了。不说了，啊，再也不说了。首长，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彭总还是没有吃饭？没有，整整1天了，彭总都没有吃饭，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这不是办法呀！给我吧，你去吧。彭总，吃饭吧。洪大个子，我看你这个人呐，是好人呐。保护您的安全，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可是，阿英没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偏偏是暗英呢？失职啊！我彭德怀严重失职啊！同志们，快打扫战场！首长，老乡，首长。情况怎么样？其他的战利品基本上都运送的差不多了，就差汽车了。有多少辆？1500辆，全是新的，才跑了100-200公里。敌人的飞机马上就会来轰炸，赶快把缴回来的汽车全部开到隐蔽地点。我也想找人把汽车都开走啊，可是咱部队没有那么多司机啊。这还不好办吗？动员俘虏啊！对呀，动员俘虏中会开车的把车开走。是啊。我怎么没想到？还是首长有办法！我现在就去，快去！哎，走。是。王总，好，38军打得好啊！这是前方的战报。是韩先主副司令发来的38军战报。38军是主力嘛，很有战斗力。是啊，上次没打好，这次他们憋了劲儿要打出个样子来啊！这支部队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啊！是支好部队啊！我准备统领嘉奖他们，你们看看。梁刘并转38军全体同志，此次战役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，尤以112师行动迅速，先敌占领3所里、龙源里，阻敌南逃北援，敌机坦克100余，终日轰炸，反复突围，终未得逞，至昨战果辉煌，望克服困难，鼓起勇气，继续全歼被围之敌，特统领嘉奖，并祝你们继续胜利，英勇的志愿军万岁！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可以，那就拿去发吧。是。等等，给我。38军万岁！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嘿嘿，不表态那就是同意了，拿去发了。
通报全军，上报军委。是。你们看看，是不是在38军召开一个现场会，让几个军长都去一下？一是对38军表示祝贺，二是总结一下经验，很有必要。是，我看也很有必要。彭总，说到总结经验，我这儿有一个不坏也不好的消息。说，还是汽车的事。好的是这次战役，我们缴获了1500辆汽车；坏的是大部分被炸掉了。哎呀，怎么又被炸了？不是让你们做好掩护和伪装工作了吗？怎么总在一个地方摔跤呢？我说你们呐，这还笑？我的同志，1500辆汽车呀，你还笑？我哪里笑得出来呀？这是苦笑啊！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我也想把那些汽车都开走，可我们没有那么多司机啊。那就抓紧时间培养司机，已经都安排好了。哎，彭总啊，咱可说好了啊，今天下棋不许悔棋啊。什么时候悔过棋呀？前2天跟你下棋，你就悔棋了啊。今天绝不悔棋啊！条马，先飞象，北象，拱卒。彭总啊，目前啊，官兵们普遍有3怕。哪3怕呀？1怕没饭吃，2怕没子弹打，3怕负了伤抬不下来啊。美军啊，13个后勤兵攻1个人，咱们志愿军啊，1个后勤人员要保证6到10个战士啊。没有充分的物资，没有足够的道路和交通工具，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，就根本谈不上有效的后勤保障。看来啊，我们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后勤系统建立不起来，这仗就打不下来啊。是啊，那我就吃你的车。洪大个子，不带这样的啊！咱们说好的不许悔棋啊！刚才咱不是说话呢吗？什么叫说话呀？刚下棋的时候我就说了不许悔棋，你喝多了没听着。那我喝多了，你也不能狂轰滥炸的。敌人都攻上来了，我能不杀吗？好，这个局啊，就算送你了。送给我，你就耍赖吧你。算是还我欠你的一个人情啊。什么人情？你忘了，当年在长征途中，是你筹来的粮草牛羊啊，才没让我们当饿死鬼啊！哎呀，彭总啊，这事儿啊你还记得，都是陈年往事了。老话怎么说的？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后勤的事儿，怎么能说是小事呢？啊！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我就意识到了后勤的重要性。它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，甚至生死存亡。这一次跟美国人打仗啊，我更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后勤的重要性。是啊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。该你走了。我拱卒。拱，上马。我吃你的兵。我将军。首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大老远跑到军子里，为了就是见几个美国大兵。他们不是美国大兵，他们是美国连长。嗨，反正就是美国鬼子，和他们语言又不通，不知道和他们有什么好处。你听听就知道了，你这一趟不会白来的。你问问他们，喝茶呢还是喝咖啡 ？Would you like some tea or coffee? What? Coffee? No way. 你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放松点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跟他们聊聊天。Take it easy. General Hong would like to have a talk with you. Coffee. 他们要咖啡。好，上咖啡。Oh, wow. Oh, thanks. Please.
Take it, please. Oh, wow, the coffee is so authentic. The coffee is just like home. 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喝到这么正宗的咖啡。啊，这个咖啡啊，还是你们的后勤部队从美国运来的呢，恰恰落到了我们手里，又恰恰让你们在这儿喝上了。We have heard that only prisoners awaiting execution could be treated like this. 听说在中国只有死刑犯才有如此待遇。请你们大家放心 ，relax。我来呢，就是想和大家相互切磋，交流兵法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来，再喝点。OK， please。你们继续聊聊，对志愿军有什么看法呀？你们是打仗的专家。哦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打仗没有你们这样的打法呀。第2次世界大战我们也参加了，我们的打法是把火炮排好，火炮先攻，飞机轰炸完了，步兵再上。可是你们怎么跑到我们后面来了？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打法。你们打的叫平推，我们的战术是穿插、迂回和包抄。但是你们的打法并不符合常规，不符合打仗的惯例。什么叫做常规啊？什么又叫惯例？我们在美国军校学习，从来没有学习过这样的打法。这种打法在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就有了。简单的说，就叫声东击西，兵不厌诈。不，我们很讨厌这样的打法。那就说明我军的战术是很有效的嘛。你们的士兵很勇敢，难道他们不怕死吗？我们的士兵都是成群作战，你们怎么3、5个人就干起来了？我们打仗讲集体，训练就是那么训练的。单兵作战的能力确实不如你们。他说应该白天打仗，晚上休息。问我们为什么白天晚上都打？你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，只要能够发挥我们的特长，打败敌人，那就叫胜利了。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给家里写封信，报个平安呢？Tell them you are safe. 哦，你有一位很美丽的妻子，还有2个很可爱的孩子啊。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他们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很快就会跟家人团聚了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？千真万确。至于什么时候，那要看你们的最高长官什么时候打算放弃这场侵略战争。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的话呢？就凭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，就凭我们中国志愿军是仁义之士，就凭我也是有妻子有孩子的人。你有几个孩子？我有6个孩子，3个男孩，3个女孩。您是个很棒的父亲。可以看看你夫人和孩子的照片吗？Of course. Oh wow. Oh, it's beautiful. 他们在夸您的孩子很可爱。Yes, really cute. 首长，这趟我算长见识。这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知什么？百什么？哎，这句话就是说呀，不但要了解自己，更要了解敌人，这样才可以心里有底，更有把握去打败敌人。哎，我曹人一个，成语我不懂，但是啊，我们老家那边有一句话，要打仗就要抓住龟儿子的锤子。
是这意思吧？是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老乡啊，你跟人家王贵之说话可不能这么糙啊！啊，首长，这你放心，他给那个王贵之写信啊，可都是我带的笔，是吗？保证都是那些温暖的呀、亲热的呀、文明用语。不过那意思呢，还是他那意思，就是说我老枪多喜欢你的模样啊，我老枪会照顾你一辈子啊。你小子，说好不跟外人说的，你怎么？首长给你介绍的王贵之，不能算是外人吧？那看来形势发展的不错，我就等着吃你的喜糖了啊！首长，这老枪早等不及了，说哪一天一回国呀，一定要见上一面，都跟我念叨好几次了。我看照这样发展，要不了2、3年，这老枪儿子都抱上了，是不是？好啊，好事啊！啊！哎呀，我求你了，你饶了我吧！别胡说八道。哟，老枪，你也会害羞啊？学志，我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怀协助下，已经到山西寻找我们的大女儿。虽然我不知道女儿现在长得多高，模样胖瘦，但不管吃多少苦，走多少路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孩子。女儿啊，爸爸对不起你啊！报告，进来。首长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彭总发火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彭总接到报告说4分部没有把救兵团的粮食送到，贻误了军情。这不可能啊！4分部部长钟宇一那也是个老兵了，做事很踏实。这次是他亲自向我汇报的送粮情况。你说什么也没有用，还是亲自去看看吧。这样吧，我立刻去彭总那里，你马上去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弄清楚。是。彭总，救兵团急着出发去打仗，让4分部送粮食，粮食没有送到，延误了军机。我要严肃处罚钟宇一。彭总，您先别着急，这件事情等我查清楚了再处理也不迟啊。没有送到就是没有送到，再查也改变不了粮食没有送到的事实。我看这个事情啊，一定是有些地方出了岔子，我一定会弄清楚的。报告。大声说。哦，是这样。刚才洪副司令让我打听了一下关于4分部送粮食的问题。哦，动作还挺快的。接着说。哦，救兵团要出去打仗，让送去40多车的粮食。晚上7点多，钟部长已经按照命令把粮食送到了指定地点，但是送粮食的人没有弄清楚约定的时间。等到晚上9点多，救兵团还没有到达指定地点，一看人没到，司机怕把粮食弄丢了，就给拉回去了。等第2天早上救兵团到了，没找到粮食，这才给司令部打电话，问出了什么问题。是。彭总啊，钟一他们还是送了粮食，只是没有交代清楚，粮食送到了指定地点，却没有找到人。这种情况，我认为是交接上出了问题。那怎么解决？作战计划照样进行，救兵团照样前进。明天晚上我把粮食补上，要是补不上，您拿我试问。军中无戏言。当然。钟宇一，你昨天送的粮食，明天必须送到，你亲自带车去。是，洪副司令，是我没有交代好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客套的话我就不跟你说了，你务必要保证粮食送到，交给救兵团。这次如果再出现什么差错，我可要拿你试问了。是，这次就是等到天亮，也一定把粮食送到。
席克，你率领2分部，今天晚上组织60到70台汽车运送粮食和物资，记住，一定要在明天晚上9点之前送到指定地点。彭总，救兵团发来电报，他们所需的物资已全部补给到位。洪学智这个人说话有准头，绝对是信得着的。洪大个子，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又出了什么事啊？回国汇报战况。总理好。学智同志，你辛苦了。总理辛苦了。好，屋里请。好。啊，请。怎么样？还好吧？还好，还好。来，里面请。哦，来，请。请坐吧。哎呦，总理，我怎么能上座呢？还是您坐吧。你太辛苦了，今天你就上座吧。好，谢谢总理。来，学智同志，快跟我说说前线作战的情况吧。好，谢谢总理。总理啊，几次战役打下来，咱们的部队主要就吃亏在了没有制空权上。敌人的飞机啊，经常一折腾就是1天，见到我们的人就猛冲下来扫射，扔汽油弹、化学地雷，还有定时炸弹，还有三角钉。特别是到了晚上，敌人出动了一种叫做夜航机的飞机，战士们都叫它黑寡妇，也不盘旋，这炸弹就纷纷落下，到处都是大火。志愿军想要不吃亏啊，首先要想到对付敌机的办法。是啊，志司已经加强了高炮部队，在很多的关键点上增强了防空哨。好。后勤供应主要是什么问题啊？志愿军没有防空力量，公路运输线长达数百公里。在第3次战役中，前面的兵站和后面的兵站相距300-400公里，形成了中间空虚、前后脱节的情况。另外，后勤高度分散，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通信系统，常常是联系不上。所以说，外国军事家讲啊，现代战争后勤是瓶颈啊。是啊，我们必须加强志愿军的后勤力量。的确是这样，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供应不到位。第3次战役的时候，我们的部队就是在挨饿和挨冻中打败敌人的。如果后勤供应能好一点，取得的胜利就会更大呀。我们的战士们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是啊，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后方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，你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好好研究一下现代化战争对后勤工作的特点。是。还有什么要报告的吗？彭德怀同志还要让我汇报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问题。说说你们的想法吧。从朝鲜战争中，我们逐渐地认识到现代化战争中后勤的作用。现代战争是立体的战争。立体的战争？现代战争会同时在空中、地面、海上以及前方、后方同时进行，或者是交叉进行。战场范围广，情况变化快，人力物力消耗巨大。欧美国家都实行大后勤战略，50公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，50公里以后归后方司令部指挥。战争不仅在前方打，而且也在后方打。只有打赢了后方的战争，才能更好地保证前方战争的胜利。诸兵种联合作战，在战斗中保障，在保障中战斗。就是说，现在美军对我们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，
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。这场战争的规模，不仅决定了前方进行的战争规模，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。是啊，我们只有取得了这场后方战争的胜利，才能更好地保证前方战争的胜利。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？实施大后勤战略，需要军委给我们增派防空兵、铁道部队、工兵部队、通信部队诸多兵种，而且还需要成立一个后方战争的领帅机关——后方勤务司令部，以统一指挥后方诸多兵种的联合作战，这样大后勤的战略才能成功实施啊！你们和军委想到一块儿了。中央军委决定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或通讯部队。中央军委的决定太及时了。这样一来呀，中央军委就要抓紧研究并采取及时的措施。总理啊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不要着急嘛，五一节就要到了，你准备一下上天安门。总理啊，你看我这一身怎么上天安门啊？你这一身不是挺好吗？正好可以代表志愿军嘛。不，总理啊，我就算了吧。我看这样吧，我请杨立三同志给你做一套新军装。是。